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猪猪记的频道。这是这个角色最后一个视频啦。这次我会给角色设计一些可爱的纹身，稍微细化一下颜色，然后在 ZBrush 里调整灯光、材质、滤镜，最后渲染出最终效果。一起看看它最终的样子吧。在肩带的花边部分，我用了亮色勾勒出边缘，这样可以让花边的轮廓更加突出、更加明显。因为这是风格化角色，不需要太多褶皱，所以我只强调了几个大块的褶皱，把它们雕刻得更加明显了一些。以后我还会单独推出一个服装雕刻教程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给这个角色加了2个耳环，并简单的画出了金属的反射效果，让它们更有光泽感。我打算在手臂上加一个可爱的骷髅纹身，但我想让它显得与众不同一些，所以我特别把骷髅的头骨设计成裂开的爱心形状，增加了一些趣味性。整体以红色为主，这样不仅突出了纹身的可爱风格，也让它看起来更加独特，符合这个角色的整体色调。我希望2只手臂的设计有一些不对称感，所以在角色的右臂上，我设计了一个缝合的伤疤，灵感来自于 Chucky 的经典元素。伤疤以线条状的缝合呈现，每个缝线之间都有明显的针脚痕迹，让整个设计带有一丝恐怖感，同时保持角色的个性风格。我在项圈的边缘部分绘制了一些亮色，使项圈的边缘更加明显和突出，让它在整体造型中更有视觉效果。
最终进入渲染阶段，我调整了渲染的画布尺寸和大小，并将角色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，以确保最终效果的最佳呈现。首先，我在渲染菜单中添加了一个 AO 效果，并适当的给了强度。在 BPR 阴影设置中降低了全局强度，以便更好的保留阴影下的细节。同时将模糊数值调整为1，并将主光源设在角色的右上方，使光线从这个方向照射角色。之后继续调整角色灯光，在角色左下方添加一盏微弱的紫色补光，让角色整体颜色看起来更加丰富一些。我调整了相机的视角，避免视野过于广角，以确保角色的比例和细节不会被拉伸。接着在渲染菜单下渲染属性中，我启用了次表面散色和蜡质预览，以增加角色的质感。最后在灯箱里找到滤镜预设，调整参数中的锐化强度、描边线的粗细和描边衰减，还有颜色。参数设置要根据角色的风格来调整，避免描边线过于粗或过细，从而破坏角色的剪影轮廓。OK， 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期待我的下一个更精彩、更有魅力的角色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